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惊悚片。在一个名叫碰撞的餐厅外，胡子男正在车中看着一个女人和餐厅经理亲热。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电话里的妻子非常不耐烦。说完，妻子便挂断了电话。胡子男满眼愤怒，看着自己说谎的妻子和餐厅经理走了进去。餐厅中，黑妹忐忑不安地等来了卷毛。很明显，两人是第一次见面。卷毛觉得无聊，正要起身准备离开，黑妹却建议卷毛不要起身，你摸一摸你凳子下是什么。卷毛惊恐地伸出手，他摸到的是一个定时器。而在餐厅的后厨里，刚被餐厅经理训斥过的洗碗工得知自己的女友餐厅的女服务员她怀孕了。洗碗工神经兮兮地对女服务员说：“太好了，亲爱的，我今晚就把那捡到的6公斤白东西出手，然后我们就辞掉这破工作，享福去。”3对男女，同一个夜晚，同一个餐厅，他们都面临着人生重要的抉择，在上帝的 bug 面前疯狂的试探，迈错一步将是人生的终结。而影片的结尾更是让你意想不到。关键的不迷路，看片走过路。2023年最新惊悚电影《碰撞》。正片之见。餐厅里，阿南摸到了自己凳子下的计时器。小静告诉阿南，你一起身，它就爆炸。阿南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他不知道这对面的陌生女人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是因为自己刚刚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想来敲上一笔？好吧，破财免灾。阿南定了定神说：“你想要多少？”小静听后满脸鄙视：“我不是为这东西而来的。”餐厅外，汽车中，胡子哥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和餐厅经理偷偷约会，气得双眼通红。这时，一个侦探上了车，拿走了胡子哥的一袋子酬劳，并留下了一个录音机。胡子哥听着里面哼哼唧唧的录音，简直就要崩溃了。妻子和餐厅经理就在窗边坐了下来，有说有笑，这是个好时机。胡子哥启动汽车，挂档踩油。这只是他的一个梦，幸亏流浪汉叫醒了他。餐厅后厨中，洗碗工刚回到水台旁，就接到了电话，是那6公斤白东西的失主打来的。失主准备在晚上的7点来取东西。听着电话里低沉可怕的声音，洗碗工仍旧磕磕巴巴地说道：“不是物归原主啊，是交易。”那头未知可否。刻薄的餐厅经理又来训斥洗碗工。I'm sorry, Mr. Roberts. I was just making. 餐厅里，小静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小静11岁时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到葡萄园打工，结果被葡萄园的白人老板每天逼喝发酵坏的葡萄酒，造成小静成瘾的同时，也落下了身体残疾。为了给小静讨回公道，小静的父母加入了反歧视黑人联盟，结果被害。被害时，小静也在场，小静自己也被炸掉了一条腿。对反歧视黑人联盟下手的幕后老板正是阿南的父亲。餐厅外的车中，胡子哥遇到了流浪汉，流浪汉向他乞讨：“给点钢镚吧，我饿坏了。”胡子哥满脸愁容，但还是给了流浪汉一张50的，却没想到换来的不是谢谢。I got syphilis. I sleep on the street. Huh? I will shit on your head if I ever see you again. 餐厅后厨中，刚被放出来的哥哥突然到访，他神神秘秘的和洗碗工说不能吃独食，连亲哥哥都瞒着，很不地道。洗碗工立即就明白过来，是大嘴巴女友女服务员告诉了哥哥那6公斤白东西的事情。哥哥建议洗碗工把东西给自己，自己有途径能卖上更好的价钱。洗碗工叫哥哥打消这念头，两兄弟不欢而散。餐厅里，阿南崩溃了：“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父亲干的事情，我确实很内疚，但当时我还小，没有参与。”小静打断了他。What about Junior Muffin Cake? They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o did that. That pickup, that was a farm truck. Anybody could have been driving it. He was 6 years old. Dragged behind that car until he died. 阿南痛哭流涕，小静可以看出阿南是在为父亲的错误以及自己的失误真心忏悔。餐厅外的车中，憋气又窝火的胡子哥拿出了一封信，他寻思了良久，终于拨通了电话，电话打进了电台直播间，他说出了自己的故事。胡子哥是名小提琴演奏家，自己的妻子不但出轨，还拿走了胡子哥所有的财产，准备和餐厅经理合开饭馆。而懦弱的胡子哥现在一无所有，只有手中的这封爱乐管弦乐团的通知信，他不敢打开。如果信件里面通知他没有被录取，那他也就没有什么活路可言了。电话那头的主持人打断了胡子哥，因为到了广而告之时间，胡子哥只能挂断了电话，然后畏畏缩缩地拆开了那封信。他终于看到了里面的内容，之后他合上了信件，默默地掏出了武器。餐厅后厨中，刻薄的餐厅经理又在训斥所有人 Get it together. Well, get the f my restaurant. We got stock take today and tomorrow. We're missing items. 得知将要来人清查冷库，洗碗工被吓坏了，自己捡到的那6公斤白东西还在冷库中，这不露馅了吗？他急忙钻进了冷库，用袋子准备将所有的东西带走，可慌乱中他弄破了一包。查库的人来了，他推门进入了冷库，刚才还在冷库中的洗碗工不知道藏到了哪里。查库人看到了地上的白色粉末。
正要报告餐厅经理，洗碗工别无选择，也只能和高启盛一样，用冻鱼打倒了查库人。洗碗工赶紧带着那6公斤白东西奔向交易地点餐厅后巷。餐厅里，小静看着嚎啕痛哭的阿南，动了恻隐之心。其实他也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要送走阿南，现在可以化解恩怨，既往不咎了。他告诉阿南，其实这个定时器不是用来定时引爆的，只要阿南保持不动，定时器到了7点30便会自动解除。小静愿意陪阿南等到定时器解除，阿南非常感动。餐厅外的车中，胡子哥正鼓足勇气准备后动扳机，电话打来，是刚才节目的主持人。他并没有放弃胡子哥，而是在节目的间隙打来电话，他鼓励胡子哥要坚强起来，面对现实。餐厅后巷，失主刚把酬劳交给了洗碗工，还没等他收到那6公斤东西，洗碗工的哥哥就带来了一大群人前来抢夺，一场激战就发生在餐厅后巷。洗碗工见状，也只能一手拿着酬劳，一手拿着货，跑回了餐厅躲避。结果两方人马都通通的追进了餐厅大堂。几颗榴弹过后，小静突然发现他对面的阿南已经没了表情，对面的阿南头部中弹了。正片结束，我是南，感谢关注，喜欢的关注、点赞、留言，你们支持一直是我努力动力。安了。